如果你此刻正盯着那个不再回复的对话框发呆，这支影片是拍给你的。我是索菲亚。我们上期视频聊了如何让话题无限延伸，让聊天越来越深入，并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但这几天后台收到很多兄弟的留言，看着那些文字，我能感受到屏幕背后一颗颗被揉碎却不敢大声说痛的心。你是不是正处于这种状态？你对他掏心掏肺，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捧到他面前。你秒回他的每一条消息，甚至盯着那个对话框发呆好长时间。你为了给他准备一个惊喜，可以跑遍半座城市。可结果呢？换来的却是他的三心二意，若即若离，甚至是那句最伤人的“你很好，但我没感觉”。那种深沉的无力感，那种自我价值的崩塌，索菲亚懂那种痛，真的像是在心口上压了一块搬不动的石头。兄弟们，请先停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真相，感动了你自己的付出，往往是这段关系的毒药。为什么你给的越多，他跑得越快？第一，是供需的错位，你给的是你想给的，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这就像给一个口渴的人送去一车煤，你累得半死，他却觉得是负担。第二，是吸引力的丧失，当你毫无底线的随叫随到，你就失去了那种让女性着迷的神秘感和主体性。在他眼里，你已经从一个值得探索的男人变成了一个好用的工具。记住，廉价的付出是你失去魅力的开始。所有的爱而不得，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的能量放错了地方。我听过最心碎的故事，是有人为了留住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不惜伤害身体，甚至放弃生命。他们以为这样能换来对方的后悔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最残酷的事实，不爱你的人连你的毁灭都不会在意。你以为你在为爱殉情，其实只是在伤害那个本该被好好爱的自己，也在伤害深爱你的父母。为了不值得的人去毁掉自己，是最不值得的牺牲。真正勇敢的战斗，是为了那个值得被爱的自己而活。当你陷入爱而不得的泥潭，索菲亚给你最好的建议只有4个字：体面转身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最高级的反击。转身不是为了求他回头，而是为了拿回你丢掉的尊严。转身那一刻确实很痛，像是要把灵魂生生撕开，但请你一定要撑住。首先，把关注点收回到自己身上，别再盯着他的朋友圈，去旅行，去健身，去陪父母，去努力工作，去重新找回那个曾经闪闪发光的自己。其次，建立你的边界感，你的好必须是有门槛的。最好的吸引从来不是追逐，而是并肩。当你开始发光，对的人自然会被你吸引。最后，我想对心碎的你说，所有的爱而不得，其实都是上天在变相的保护你。他在提醒你，等一个不爱你的人，就像在车站等一艘轮船，你没错，只是你选错了那个能陪你走向幸福和未来的对象。你的爱很珍贵，不应该挥霍在一个永远等不到的地方，更不应该挥霍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。把那颗揉碎的心捡起来，一半一半的拼好。那些你为爱吃过的苦，熬过的夜，最终都会变成你人生里最深邃的底色。请相信，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个人正在努力地穿过人群向你走来。在那之前，请你务必好好的爱自己。你在这段感情里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把那些不甘心慢慢释放掉。下一集我们聊聊妻子最希望你回家后做的那一件事，不是做家务，也不是带孩子，但90%的丈夫都忽略了。关注索菲亚，慢慢来，你值得被好好喜欢，更值得被好好的爱。我们下集见。